乔治·华盛顿的故事始于一个并不显赫的家庭，他出生于1732年的维吉尼亚。他的童年是否预示了他未来的伟大？华盛顿家族并不富裕，但他们拥有坚定的价值观和对未来的希望。小乔治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的早年生活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他的父亲奥古斯丁·华盛顿是一个务农者，也是一个有原则的家长。他的母亲玛丽·鲍尔·华盛顿则是一位坚韧不拔的妇女，她对儿子的教育和成长拥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乔治的父亲在他很年轻时就去世了，这个事件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乔治的童年似乎是普通的农家生活，但在这样的日常中，他学会了耕种、打猎和骑马。这些技能后来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对历史、文学和数学的热爱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萌芽。但他的教育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系统和完整。他是如何克服这些限制，成长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领袖的？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到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再到成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故事充满了转折和挑战。他的家庭和早年经历如何塑造了他的性格和世界观？他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个人的成长，还是关于一个国家诞生的历史。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乔治·华盛顿的青年时期是他人生旅程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他的成长不仅仅是个人的历程，更是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青年时期的华盛顿面临着无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经历逐渐塑造了他成为一个伟大领袖的基础。在他的早期生活中，华盛顿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通过自学和实践来充实自己。华盛顿对测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16岁时开始了他的测绘生涯。这份工作不仅让他对维吉尼亚的地理和土地有了深入了解，也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华盛顿的军事生涯始于他21岁时被任命为维吉尼亚民兵的一名少校。在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华盛顿展现了他的勇气和领导才能。他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个重大任务是传递一封要求法国撤离俄亥俄河谷的信函。这次任务充满了危险，但华盛顿以冷静和智慧完成了任务。他在艰难的环境中的表现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并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几年中，华盛顿在法印战争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他在布拉多克将军的惨败中幸存，展现了他的勇敢和坚韧。尽管面临着敌人的超过和艰苦的环境，华盛顿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决心。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军事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的领导力和对困难的坚持。华盛顿的私人生活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与富有的寡妇玛莎·达德里奇结婚，这段婚姻不仅带给他幸福，也为他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玛莎的财富使华盛顿得以扩大他在福农山庄的土地和劳工。尽管他们没有共同的孩子，华盛顿却深爱着玛莎的2个孩子，并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在青年时期的结束，华盛顿已经是一个在军事和社会上都有显著成就的人物。他的经历和决策不仅影响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更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个时期的华盛顿展现了他的勇气、智慧和领导力，这些品质最终使他成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以及这个新生国家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青年时期无疑是他传奇一生的重要篇章。乔治·华盛顿的中老年时期标志着他从军事领袖转变为国家建设者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华盛顿不仅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建立美国新政府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他的举措和决策对于新生的美国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的总指挥，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面对的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国军队，而他手下的是一群缺乏训练和装备的民兵。华盛顿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思维和领导能力，不仅在多次战役中取得胜利，如特伦顿战役和普林斯顿战役，而且在军队中建立了严格的纪律和士气。这些胜利大大提升了美国民众的士气，并为最终赢得独立奠定了基础。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展现出了他作为领袖的卓越品质。他拒绝成为国王或任何形式的独裁者，而是选择退回到自己在福农山庄的农场生活。这一举动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体现了他对民主和共和理念的执着。然而，他的退休并没有持续太久。1787年，华盛顿被召回参与制定美国宪法。他在制宪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时保护各州的权利。他的影响力和声望为宪法的制定和后来的批准起到了关键作用。华盛顿在1789年被选为美国第1任总统，这是对他领导能力和个人品格的最高认可。在他的2届任期内，华盛顿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框架，包括建立财政系统、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他的领导下，美国在一个多事的时期保持了稳定，并确立了许多至今仍被遵循的政府运作原则。华盛顿在1797年卸任后，再次选择退回私人生活。他的退休生活主要在福农山庄度过，他在那里继续从事农业活动，并对改进农业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然而，华盛顿并没有完全远离政治舞台，他仍然关注着国家的发展，不时地提供意见和建议。华盛顿在1799年去世，享年67岁。他的去世引发了全国的哀悼，人们普遍认为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和公民。华盛顿的一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在青年时期的军事成就、中年时期的政治领导以及晚年对新生国家的贡献，共同构成了一个伟大领袖的全貌。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美国独立和民主制度的象征。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乔治·华盛顿不仅仅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领袖，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世界。他作为一个国家的建立者和领导者，以及他对民主和自由的坚持，成为了全球许多国家和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的灵感来源。华盛顿的领导方式和他对权力的处理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返回私人生活，这在当时的世界是极为罕见的。这一行为树立了民主政治中权力和平转移的先例，对后世的许多民主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拒绝成为君主或接受任何终身的政治职位，显示了他对民主制度的深刻理解和坚定承诺。这种对民主价值的坚守，对全世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在外交政策方面，华盛顿也展现了非凡的远见。他的避免永久同盟原则为美国后续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影响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决策。他的这一策略强调了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并提倡在国际关系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此外，华盛顿对于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政府体系的坚持，对后世的法治国家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他在执政期间强调法律的至高无上，坚持通过立法和司法途径解决问题，为后来的法治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模式。乔治·华盛顿的一生和事迹也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教育和启蒙素材。无数的书籍、电影和文化作品通过描述他的生平和成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追求自由、正义和民主。他的故事不仅仅是美国人的骄傲，也成为全世界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象征。华盛顿去世后，他的遗产和理念继续影响着世界。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政治领袖仍然将他作为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他的领导风格、对民主的热爱和对权力的负责态度，成为了全世界政治领袖的楷模。乔治·华盛顿的影响不仅限于他生前的行为和决策，他对于民主理念的坚持、对于法治的尊重以及对于公民权利的捍卫，形成了一种持久的精神遗产。这种精神遗产穿越时空，继续激励着世界各地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们。总而言之，华盛顿不仅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更是全世界自由和民主的一个重要象征。他的故事和影响力证明了一个领袖的力量不仅在于他的行动和决策，更在于他所代表的理念和价值观。华盛顿的一生和遗产将永远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